我清楚记得，2016年看苹果秋季发布会的时候，我看着 AirPods 这个产品，心想如果售价在800元以内，确实可以考虑。结果人家起售价1288，我觉得小贵，当然呢，后来还是买了。而3年后的 AirPods Pro 起售价1999，我觉得贼便宜。这不是因为我的钱多了，而是因为参考系变了。AirPods 对标的是有线耳机 EarPods， 减掉线贵1000，而 AirPods Pro 当时能对标的产品只有索尼降噪豆，售价2500。这么一比，我就觉得苹果高性价比了。又是3年过去，各家手机厂商都推出了各个档位的全无线降噪耳机，像华为、OPPO、小米的旗舰耳机基本都是1000元出头，而此时发布的 AirPods Pro 2起售价1899元，渠道价目前1600左右。然而我却认为它才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个，因为对全无线降噪耳机来说，用户体验的重要程度不比音质降噪低。AirPods Pro 2的用户体验是有杀手锏的，是同行学了3年都没跟上的，而音质和降噪 AirPods 这次跟上来了。我是王茉莉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着重聊聊 AirPods Pro 2的用户体验部分有哪些明显和其他耳机不一样的地方。首先是操控体验。AirPods 是压感操控，现在的旗舰耳机基本也都是，但只有 AirPods 把压感体验做得跟物理按键差不多。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延迟。AirPods 的压感操控感受不到延迟，按下去立马就有清脆的拟真音效。它的体验和 EarPods 很像，如果不说的话，不太能意识到这个玩意儿是根本按不动的，是真的能骗过大脑。而一旦有了延迟，就破功了。我用过 OPPO 和华为的旗舰耳机，以及比 AirPods 还要贵300的怒喵耳机，都有明显的延迟。单击暂停影响不算太大，双击下一曲的延迟感知非常明显。用下来的感受就是完全不会觉得它像物理按键，而且很难用，甚至不如触控。这个体验呢，就不是90分跟70分的区别了，是满分跟不及格的区别。大家通过这个视频能看出来 AirPods 和其他几个耳机的区别吗？那我的感觉是看视频不太能看出来，但如果你有2副耳机，你把 AirPods 戴在左耳，你把另一副耳机戴在右耳的话，同时按下按键，就会很明显的听出来 AirPods 是比别的耳机要快一拍的。除此之外 ，AirPods 压感部分做了明显的凹陷，确保用户一定能按准。AirPods 需要的力度也更小，但这2点摆在延迟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了。因为我发现怒喵也做了明显的凹陷，但是因为延迟大，做了也没啥用。3年了，只有 AirPods 把压感按键的延迟做到了无感的程度。第二代加入了滑动耳机柄调节音量，也是因为有无感的延迟和及时的音效反馈，用起来就很舒服。这个提示音就真的很好听，就像是……而 OPPO 没有提示音，华为有老古董般的提示音。并且2者都有延迟，体验上就差很多。当然说真的，这些还是能勉强忍受的。而且华为、OPPO 的耳机连接他们的手机，支持无损音频，音质明显比 AirPods 好。我想要安静听歌的时候也会用它们，但我想出门、想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会不假思索的拿起 AirPods Pro， 这是因为它的通透模式做得好。只有 AirPods Pro 的通透模式是真正的通透，其他耳机都只通透了一半。是哪一半呢？是外界的声音。但是听自己说话的时候，声音就会变得比较沉闷。AirPods 就能做到和不戴耳机几乎一样，所以当我戴着耳机说话的时候，我的耳道知道自己戴着耳机，但听觉细胞表示怀疑。带着它打电话也是非常无感的，不会觉得自己说话的声音别扭。而我更多的使用习惯是在地铁上开着降噪，下了地铁后切换到通透模式，边走边唱回家。如果我戴的是其他降噪耳机，听自己的声音沉闷，我会没有那么想边听边唱。通透重要，切换通透的操作也很重要。长按切换降噪和通透 ，AirPods 最短只需要长按0.8秒，怒喵1.1秒，华为1.6秒，OPPO 1.9秒。大家看这一段视频可能会觉得华为长按的时间比 OPPO 长，但实际上是因为 OPPO 它按键的延迟是明显比华为更大，导致它按下到它出现按键声音的这一小段时间，然后加上后面从按键声音再到出现降噪成功提示音的这段时间，加起来是1.9秒，比华为要长一点点。相信我，人生是每分每秒都在流逝，没错，但放在长按操作上，那真的是每0.5秒都感知强烈。而且我真的不太喜欢华为，就不仅是语音提示，还要打断音乐这样的设定。透传。
AirPods Pro 2新增的自适应通透模式，说是可大大降低鸣笛或电动工具等响亮噪音的强度。我知道它是个好功能，但用了一段时间呢，也没感受出什么特别的。直到我搬家之后装灯，师傅在用电钻打孔，电钻的高频是尖锐到了人耳难受的程度。我就试了试这个功能，戴上耳机通透模式，电钻的声音还是会清晰听到，也不觉得声音小，但就是不难受了。一摘下耳机就吵得难受。于是我看了一下 Apple Watch 的记录，大概就是降低了10分贝左右。如果不去注意，根本不知道这是这个功能在起作用，只会觉得电钻声音本来就是那样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实在是很酷。AirPods 的风噪控制也是非常好，基本上就是不戴耳机听到的风声是什么样，戴上耳机不管是降噪还是通透，听到的也是一样的声音。第二代内置了 U1 芯片，并且加入了一个扬声器，你可以理解为内置了一个 AirTag。第一代可以通过最后一次连接手机的位置去查找，但基本找不到，连不上。而第二代，只要它的附近有联网的苹果设备，它就可以通过查找网络，每隔几分钟更新一次实时的位置，即使你的 iPhone 和耳机隔了10万8千里。我这让朋友帮我测试了一下，他把耳机带回家，然后他的手机上就收到了这样的一条通知。之后我每一次打开查找 App 都会看到几分钟前耳机的位置。当然，因为查找网络需要苹果联网设备的支持，如果朋友家里没有一台苹果设备，那可能就失联了。如果是在家里找不到了，连接它，让它发出声音，夹在沙发缝也能找到。总之，如果 AirPods Pro 2丢了，找回的可能性一定远高于第一代。既然都做了扬声器，那还能做点别的功能，比如充电提示音。它不只加了扬声器，还加了一颗磁铁，它可以用 Apple Watch 的充电线。这个体验真的蛮好，磁铁加音效，充电和 Apple Watch 差不多。Lightning 接口确实讨厌，但如果你家有任何种类的无线充，你就根本想不起来给它用有线充了，还是挺方便的。如果你有多个苹果设备 ，AirPods 只要连接过一个设备之后，就不需要再配对其他设备了，直接在当前设备上切换音频源就能听了，不需要配对，不需要专门去点蓝牙连接，这个是真的省事。整体来说，我对 AirPods Pro 2是非常满意的，但还是有3个不满意的地方。一是我切换降噪和通透的场景，通常是我正在用降噪听歌，这个时候我需要跟别人说话，我得长按切换到通透，然后再单击暂停歌曲。那等不需要说话了，还需要同样的操作再切回来。我希望可以提供暂停就通透，播放就降噪的选项，我真的非常需要。二是我希望盒子能做成抗划痕的设计，这个玩意开箱体验特别好，拿出来的时候就跟官网的图片一模一样，用了几个月就这样了，全是划痕。如果换个材料，或者是做成哑光的，就不会有这么多划痕。三是它还不支持无损音频，这个有点可惜，希望能尽快支持。除此之外，我好像找不到什么需要改进的点了。Lightning 接口算一个吧，那明年肯定都改了，也不需要我说。找到了，写稿的时候忘了写这个耳机被遗落的提示。我只要每次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，我的耳机明明跟我手机一块走的，然后它就会说我耳机丢了，几乎每一次都会提示。这个 bug 已经几个月了，到现在没有修复。我相信大多数 AirPods Pro 第一代用户目前是没有什么动力换第二代的，毕竟也没有支持无损音频。如果你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做选择，渠道价第一代1200左右，第二代1600左右，我衷心建议买第二代，原因如下：更好的音质，未来可能会支持无损；更好的空间音频音质，更好的降噪；内置 U1 芯片，相当于内置了一个价值249元的 AirTag， 丢了有更大几率找到。可以滑动调音量，可以用 Apple Watch 充电线充电，续航久一些，靠近耳内没有麦克风，不容易沾耳屎。新的皮肤传感器相比上一代的光学传感器，戴上和摘下的自动暂停播放反应更快。这一堆东西加在一起，你考虑考虑，如果你真觉得不值400块，那再去买第一代。我个人的感受是音质的提升非常明显，虽然还没有到无损，那尤其是空间音频的音质提升，这一点会让我选择第二代。那内置 U1 芯片呢，我就当买了个保险，真丢了的话找起来还是挺方便的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我说找不到 AirPods Pro 2的平替，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它高性价比。很多人在买全无线降噪耳机之前，会以为自己的需求就是全无线和降噪，然后音质正常就行。用了之后才会发现，原来操控、通透、风噪、多设备连接，甚至是查找位置，都是买之前没想过，用了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需求。AirPods Pro 2在这些方面的领先，在短期内不像是能被超越的，原因就是苹果自研芯片和软硬件的深度调试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压感操控的延迟，3年了都没人能跟上。对苹果生态用户来说，查找多设备连接也是无法有代替品的。如果想买一个综合体验和它差不多的耳机，你往低价了去找没有，你往高价了找也没有，而且它也只比手机厂商的旗舰耳机贵个几百块，比耳机厂商的旗舰耳机还便宜几百，这是真的高性价比。某个周日早上8点半，我起得很早，窗外隔壁小区的喇叭反复播放着。我关上窗都能听见，那如果我没有降噪耳机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忍受，但戴上耳机就完全听不见了。
在地铁上，在飞机上，在出租车上，在人行道上，在任何我不想接受环境声的地方，戴上耳机，我就可以在听觉上暂时脱离现实世界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。这3年用下来 ，AirPods Pro 确实给了我随时不接受现实世界声音的自由，降噪给了我充足的对生活的掌控感。同时，我也有随时接收声音的便利，只有它能做到通透模式下最接近不戴耳机的感受。那这就是关于 AirPods Pro 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，你帮完播率提高了完播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不错，请帮我点赞。不过这种入耳式的耳机确实不应该单次使用太长时间，否则很容易让耳道潮湿，滋生细菌，得中耳炎。如果你不喜欢入耳式耳机，或者是已经得了中耳炎了，我这个月还会出一期不塞入耳道的耳机横评，我会对比5款不需要塞入耳道的耳机，欢迎大家点点关注，到时候来看。